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现在正是秋葵大量上市的季节，它不仅色泽鲜亮，更拥有独特的口感。轻咬一口，滑嫩的果肉瞬间在嘴中绽放。它富含丰富的果胶，营养价值极高。无论是简单的白灼、清爽的凉拌，还是热腾腾的炒制，秋葵都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美味享受。今天我分享一道既营养又美味的家常菜。很多朋友在购买秋葵时，常常不知道如何挑选新鲜、口感好的秋葵，因此，除了介绍这道菜的做法，我还想顺便告诉大家一些挑选秋葵的小窍门。首先从秋葵的大小入手，理想的秋葵长度最好在6公分到8公分之间，这个尺寸区间的秋葵正处于生长的黄金阶段，口感最为鲜嫩。太小的秋葵发育尚未完全，风味不足；太大的秋葵则很可能已经变老，纤维增多，影响口感。秋葵的颜色也是判断其新鲜程度的重要依据。当你在挑选时，一定要留意秋葵的色泽，呈现嫩绿色的秋葵通常表明它十分新鲜，仿佛带着田间的朝气。而如果秋葵的颜色发暗，那就意味着它可能采摘时间较久，已经不那么新鲜，甚至可能已经变老，这种就不太建议购买了。秋葵表面的绒毛也暗藏玄机，新鲜的秋葵不仅其表面布满绒毛，就连叶子以及棱角处同样会有绒毛覆盖，这是因为绒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秋葵没有被挤压、碰撞的秋葵，绒毛得以完整保留，这样的秋葵更新鲜。倘若绒毛稀疏甚至几乎没有，那很可能在运输或摆放过程中受到了损伤，新鲜度大打折扣。除了看，用手捏一捏也是辨别秋葵是否鲜嫩的好办法。轻轻捏一下秋葵的身子，如果感觉柔软但又有一定的韧度，不是那种硬邦邦的，那就说明这秋葵比较新鲜，口感也会相对较好。反之，若捏起来感觉特别硬，那这种秋葵大概率比较老，吃起来会发涩，甚至可能会有卡喉咙的不适感。还有一个简单且常用的方法，那就是闻气味。新鲜的秋葵会散发着一股独特的清香味，只要把它凑近鼻子轻轻一闻，那股清新的气息便会扑鼻而来。然而，老的秋葵不仅没有这种清香味，凑近去闻，可能还会闻到一股不太好闻的气味。所以，通过闻气味，也能快速判断出秋葵的新鲜程度。总之，挑选秋葵只需掌握1看、2捏、3闻的方法，按照这个窍门去挑选，保准你能选到又鲜又嫩、美味可口的秋葵，让你尽情享受秋葵带来的独特口感。我们先将秋葵给它处理一下，它的表面布满了细密绒毛，这些绒毛极易藏匿灰尘与杂质。为了能放心品尝秋葵，清洗这一步骤至关重要。我们先准备一盆清水，往里面加入适量食盐，将秋葵放入其中。在清洗时，大家要像我这样，用手轻轻搓洗秋葵的表面，如此便能把绒毛有效搓洗掉。由于绒毛和杂质可能较多，建议多用清水反复冲洗2遍。确保没有残留，经过仔细清洗的秋葵，吃起来才干净又安心。洗完后，将秋葵捞出来，沥干水分。把洗好的秋葵头尾切掉不要，再切成小段，切均匀一些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2个熟咸鸭蛋，把咸鸭蛋剥壳不要，
小心地剥去外壳，外壳就直接舍弃了。随后，将蛋白和蛋黄分离，把咸蛋黄放在碗里，用勺子耐心地将其捣碎。捣成细腻的状态后，先放置在一旁备用。对于蛋白，我们仅需取用一个，把选好的蛋白切成细碎小块，切的时候尽量切得均匀些。切完后，将这些碎蛋白装入盘中，准备几个大蒜，用刀身侧面用力拍碎，蒜瓣裂开后，再细致地切成蒜末。切好的蒜末放入干净的盘中备用。起锅，往锅中倒入少许食用油，待油微微冒热气，油温升高后，将备好的蒜末下锅，用锅铲不断翻炒，随着滋滋声响，蒜末的香气逐渐散发出来。紧接着，把之前捣碎的咸蛋黄倒入锅中，此时需要小火慢炒。随着翻炒，咸蛋黄慢慢被炒出绵密的泡沫，那金黄的色泽十分诱人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小颖每天都会分享简单实用的家常菜。如果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记得给小颖点个赞哦，或者留言转发一下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细细的泡沫出现后，迅速将切好的秋葵段放入锅中。为了让菜品口感更加丰富，加入1小勺白糖，用以中和咸蛋黄的咸味。转至大火，快速翻炒1分钟左右，让秋葵均匀受热，并充分吸收咸蛋黄的味道。随后，把切好备用的蛋白碎倒入锅中，继续翻炒，使蛋白与秋葵、咸蛋黄充分混合均匀。当锅中食材翻炒至色泽均匀、香气四溢时，就可以关火装盘了。这道别具风味的咸蛋黄炒秋葵便大功告成。虽说咸蛋黄炒秋葵在餐桌上并不常见，但品尝过后你会发现它吃起来格外香。整道菜仅用了大蒜、咸蛋黄和秋葵这几种食材，没有添加过多额外的调味品，最大限度保留了食材的原汁原味，口感独特又美味。希望今天不仅分享的这道家常菜能让大家一饱口福，之前介绍的挑选优质秋葵的方法，也能切实帮助大家在选购秋葵时得心应手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和收藏。如果想吃但不会做，随时都可以找到我。每天不知道吃什么，关注我，让您的家常菜丰富起来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